果只是普通的一場拍攝，也許我們不會反覆回看那個瞬間。但當鏡頭推進到禮堂，翟一瑩緩緩走進畫面的那一刻，一航的表情卻突然讓無數網友停了下來。沒有誇張的台詞，沒有刻意煽情的音樂，甚至沒有明顯設計好的哭戲。可是就在翟一瑩出現之後，一航的眼神明顯發生了變化。下一秒，他的眼眶似乎泛起了淚光。那一瞬間看起來太真實了，真實到讓人忍不住產生一個疑問：如果這一幕原本並沒有安排落淚的劇情，那麼一航眼中的那一點濕潤到底意味着什麼？難道真的只是因為看到翟一瑩穿着禮服走進禮堂，所以情緒突然失控了嗎？還是說，在那一刻，他看到的已經不只是鏡頭裡的女主角，而是一個讓自己真正產生情緒共鳴的人？今天，我們就來聊聊這個被網友反覆放大的瞬間。先把時間拉回到那場禮堂戲，整個場景其實非常簡單。禮堂安靜地出現在鏡頭裡，光線柔和，周圍的一切都帶着一種屬於儀式感的莊重。而翟一瑩穿着禮服出現的時候，畫面的氛圍瞬間發生變化。她沒有做特別誇張的動作，也沒有刻意製造所謂的偶像劇式衝擊，就是一步一步走進來。但對於鏡頭另一邊的一航來說，這一刻似乎完全不一樣。他先是看向翟一瑩，隨後表情出現了短暫的停頓。那種感覺很微妙，不像是突然被什麼事情嚇到，也不像是在完成一個非常標準化的表演動作，更像是一個人在面對非常重要的人和重要場景時，情緒突然被擊中的反應。而真正讓網友討論起來的，恰恰就是這一點。因為按照相關信息來看，這個鏡頭本身並沒有明確設置一個必須落淚的情節，也就是說，劇本如果沒有要求一航在這裡哭，那麼鏡頭中的淚光自然會讓人產生更多聯想。當然，我們必須先說清楚，鏡頭裡的情緒並不能直接證明現實中的感情。演員面對鏡頭時，同樣可以通過表情、眼神和情緒控制完成非常真實的表演。所以，我們不能僅憑一個瞬間就斷言一航是真的因為翟一瑩而流淚。但是問題來了，為什麼偏偏是這個瞬間讓網友覺得特別不一樣？答案可能就藏在他的眼神裡。真正高級的情緒表演並不一定是眼淚掉下來，有時候一個短暫的停頓，一個沒有說出口的表情，甚至只是看向對方時眼神突然變得柔軟，都足以讓觀眾感受到情緒。而一航這一幕恰好屬於這種類型。他沒有明顯的哭泣動作，反而正是這種克制，讓畫面顯得更加耐人尋味。如果一個角色按照劇情要求大哭，觀眾可能很快就能理解。但當劇情沒有明確要求眼淚，而演員的情緒卻出現了變化，觀眾就會本能地開始尋找答案。他為什麼會這樣？他到底看到了什麼？又或者說，翟一瑩穿着禮服出現的那一刻，到底觸動了他什麼？這也是為什麼這段視頻被重新討論之後，網友的關注點並不只是放在禮服有多漂亮，而是放在了一航的反應上。因為大家突然發現，原來一場看似普通的相遇，最有力量的部分，可能並不是台詞，而是兩個人之間的眼神。尤其是在這樣的儀式感場景裡，禮服、禮堂、燈光，再加上對方一步步走來的畫面，很容易讓人產生一種仿佛正在見證重要人生時刻的感覺。對於觀眾來說，這可能只是一場戲，但對於演員來說，進入角色之後，某些情緒有時候也可能真的會被場景帶動。這並不代表戲外一定存在什麼特殊關係，卻說明他們在鏡頭前的情緒互動確實足夠自然。而這也是翟一瑩和一航這組搭檔最容易讓人上頭的地方。他們並不是靠大量誇張互動制造所謂的甜，很多時候反而是那些非常細微的瞬間更容易擊中觀眾。一個眼神，一次停頓，一個下意識的反應，甚至只是對方出現時表情發生了非常輕微的變化，
這些細節一旦被觀眾捕捉到，就很容易產生屬於自己的故事。尤其是在社交媒體時代，一段幾秒鐘的視頻被網友反復放慢、截圖、重新觀看之後，一個原本可能只存在於瞬間的情緒就會被無限放大。於是問題也來了，一航真的因為看到翟一瑩穿禮服而流下了幸福的眼淚嗎？從目前能夠看到的畫面，我們沒有辦法給出確定答案。但如果從鏡頭語言來看，這一幕確實非常有感染力。因為幸福並不一定意味着笑得特別燦爛，有時候一個人在看到自己真實的畫面時，反而會出現一種非常複雜的情緒，開心、感動、緊張、驚喜，甚至還有一點捨不得。這些情緒混在一起，就可能形成我們看到的那種眼神。所以網友才會把它形容成幸福的眼淚。這4個字聽起來很浪漫，但真正打動人的並不是這個答案究竟是真是假，而是大家願意相信那一刻的情緒是真誠的。因為觀眾追劇、看短劇、關注演員合作，很多時候看的並不僅僅是故事本身，大家也在尋找一種情緒共鳴。當一個角色看到另一個角色時，眼神裡出現了變化，觀眾會自動把自己的情感投射進去。於是鏡頭裡的2個人就不再只是演員，他們變成了觀眾心目中那個關於青春、愛情和遺憾的想象。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一個沒有明確哭戲安排的鏡頭，反而能夠引發這麼多討論。如果只是劇本安排好的眼淚，那麼它可能只是劇情的一部分。但如果是在沒有明確要求的情況下，演員自己產生了情緒變化，那麼這個瞬間就多了一層神秘感。當然，我們依然要保持理性。娛樂內容可以討論，可以猜測，可以感受氛圍，但不能把鏡頭中的情緒直接當成現實中的證據。一航和翟一瑩到底是什麼關係，只有他們自己最清楚。我們看到的只是鏡頭記錄下來的一個瞬間，但正因為這個瞬間足夠真實，所以才值得被大家記住。而這可能就是所謂的演員感染力。當一個演員進入角色之後，他的表情能夠讓觀眾相信眼前發生的一切，那麼即使沒有一句台詞，也能夠講出一個完整的故事。翟一瑩走進禮堂，一航抬起頭，2個人的視線交匯，短暫的停頓之後，眼神裡出現了一點難以形容的情緒。僅僅幾個動作，卻讓網友腦補出了一個完整的故事。這就是鏡頭的魅力，也是演員之間化學反應最容易被看見的時刻。而對於喜歡他們的觀眾來說，也許沒有必要急着給這個瞬間下定義。你可以把它理解成角色之間的幸福，也可以把它看成演員極強的情緒感染力，甚至可以單純把它當成一場非常漂亮的表演。因為無論答案是哪一個，這個畫面已經成功留下了記憶點。而真正讓人期待的是，他們未來還會不会帶來更多這樣的瞬間。也許下一次他們會有更加自然的互動，也許還會有一個新的角色，一個新的故事，一段新的合作。到時候我們或許又會發現一些今天沒有注意到的小細節。所以與其急着問一航這一滴眼淚究竟是不是為翟一瑩而落，不如先把這一刻留在記憶裡。畢竟娛樂圈裡真正讓人難忘的從來不只是轟轟烈烈的劇情，很多時候就是一個眼神，一個停頓，一次不經意的情緒流露。它沒有答案，卻足夠讓人心動。如果你也覺得一航看到翟一瑩穿着禮服走進禮堂時的那個眼神特別真實，那麼不妨把這一幕重新看一遍。也許第2次觀看，你會發現更多細節。當然，我們也真心祝福翟一瑩和一航，無論他們未來是繼續合作，還是各自走向屬於自己的道路，都希望他們能夠遇見真正值得珍惜的人，也能夠擁有屬於自己的幸福。至於這一滴淚到底是不是幸福的眼淚，答案也許只有時間才能告訴我們。而我們能做的就是保持期待，保持祝福。因為有些故事最美的地方
不是我們現在就知道結局，而是我們願意陪着他們，一起等那個答案慢慢出現。